我认为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应该研究一下711，不仅是因为711是零售行业的绝对领跑者，还因为这家企业真的穿越了太多经济低迷的周期了。如果从日本开第一家店的时间算起到现在接近50年了，但它永远能把握住市场走向，真的是当今什么新零售、新餐饮、新消费行业的各种问题，你都能在它的历史中找到。20-30年前，这家公司恨不得比当今的互联网公司还挣钱，哪怕在日本经济彻底雪崩的1991年，711的利润率仍然达到了恐怖的47.7%，曾有近10年时间利润都保持在40%以上。如果看净利的话，比好多食品公司都高。关键现在在我们国内，它依然能实现，无论开到哪儿，大家都排队。现在我们说它是披着便利店外衣的快餐店，未来一定又会进化成新的形态。所以这家企业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为什么在国内开便利店非常难做呢？大家可以弹幕一下，你去过的最多的便利店品牌是什么？我认为研究711最初在日本扩张和其中遇到的困难，对现在的中国便利店的发展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大家好，我是蜡烛，这期我们接着聊消费啊。最近在看零售之父711创始人铃木敏文的一些经历啊，真的太有感触了。这人倍儿有意思啊，他在自己写的书里一上来就说，我对零售业并无太大兴趣。合着没兴趣还全球开了7万多家店，再过几年老先生估计也得说自己是毁创711。但这个人确实厉害，一路打工成为711掌门人。很多人在讲711历史的时候都会提到一点，就是说 7-Eleven 最初是一家美国公司，由日本 7-Eleven 的创始人铃木敏文引进到了日本。711的前身是美国的南大陆制冰公司，在当年是专注卖冰块的。当年大家也没冰箱，冰块都是去店里买。1927年有个售货员，他在售卖冰块的过程中发现当地居民还需要牛奶、面包以及其他零售商品，于是他给公司建议，咱也增加点销售品类，改开杂货铺。后来因为他们的店从上午7点到晚上11点都一直开门，改叫711了。那为什么今天这家公司成日本人的了呢？还是从铃木敏文说起啊。这个人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出版社，后来因为他定制的市场策略很好的把公司出版的免费报纸卖了13万份，一下子就出名了。大家都知道他是卖报的小行家了。于是他在服务伊藤洋华堂的时候，被这家公司给挖过去干零售了。因为拼命工作，只用了8年时间就进入了公司高层，成了董事，真就毕业10年，年薪100万了。伊藤洋华堂在60年代是日本的百货垄断巨头。当时日本受了美国超市热潮的影响，大量资本进入超市这个新市场。同时期，罗森便利店的本家大荣公司、全家便利店和无印良品的本家西友商店、永旺超市的前身冈田屋也都做起了超市的生意。然而大卖场形式一出现人人都跑超市买东西，街边小店就赚不到几个钱了。当时的日本小型商店的习惯是周日不开门，可大超市天天开门。这种经营方式，小店店主觉得，看来你是真想跟我们拼一下了。我们跟你大超市拼没这个实力啊，生意行吗？生不出来呀。于是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反对大型商超开店的游行，政府一看只好出手干预，出台了百货店法、大店法，给大型超市套上了很多限制，保护小店权益。也有点反垄断的意思。在这么个背景下，日本的超市巨头只好互相卷了，开始派人到大卖场业态的发源地美国去学习先进经验。大家的目标也是找出一套能够让大超市和小店兼容并存的方式。当然今天咱们很清楚二者各有各的优势，但当时他们会觉得这是个世纪难题。伊藤洋华堂派出的就是铃木敏文，于是铃木去了美国，就发现了711便利店这种模式。原来小零售店也是能连锁的，而且还一下开出了4000多家。他顿时觉得这种模式才是未来，赶紧回国把代理美国便利店的想法提了出来，结果却被领导一顿痛骂。我们让你去美国看一看怎么把大卖场做好，别哪天我们也跟小店一样没饭吃了。好家伙，这会儿你跟我说要开小店，你在开玩笑呢吧？实际在当时那个时代这是非常超出大家认知的。但是铃木反复强调，小店大店其实各有特点，也不存在谁抢谁生意，重要的是掌控每种产品的销售动向，而不是店的大小。伊藤洋华堂老板觉得反正也不用投入太多，就让他试试好了。于是1973年11月，伊藤洋华堂和美国南大陆制冰公司签了合同。当年美国711要求整个日本地区缴纳的费率还不算高，只收销售额0.6%的费率。今天在加盟711那很难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了，一般711总部只会开放一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引入多个大型公司合作伙伴。到真正的店铺运营者其实投入与回报性价比都不算高了。711和全家也分了很多档，
加盟711最低档，运营者只能分商品毛利的34%，加盟全家的最低档，运营者也只能拿商品毛利的38%，剩下的要上交公司。除了自己承担租金，电费其实支出也不少，因为要24小时运营嘛。而且入坑后短期难出坑，因为有违约金。这些规则这2年也老变，但基本没太大出入啊。当时铃木成立了新的子公司来推进此业务，子公司运转资金由一部分员工的存款和向银行借贷的个人投资组成。铃木当时对于在日本地区做直营为主还是往下放加盟为主很纠结。偏偏这个时候他认识了个继承父亲酒屋的年轻人，问能不能加盟。于是1974年5月15日，日本 7-Eleven 1号店正式开张。第一家店还是个加盟店，简直离谱啊！他首日1号店就收获了50万日元。随后铃木又进行了一些巨大的创新，比如他向一些面包供应商提供了正月发货的请求。过去日本好多食品供应商正月里是整月不生产的。是的，日本人也讲究过正月，不过他们的正月是指1月，就是元旦前看完红白歌会，接下来1个月都是正月，让供应商在正月里生产东西。我们现在觉得这没什么，但当时对零售行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铃木也逐渐形成了自己零售哲学的核心思想，在未来会进入一个商品过剩的时代，一切要围绕让顾客享受便捷展开。过去日本消费者不注重便捷，以后会越来越注重。现在大家觉得你这说了半天不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吗？但实际这个思想在70年代那真的是超前的，因为那会儿所有日本人前半辈子只经历过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大家都很难理解，你手里都有货了，为啥还考虑什么用户便捷？现在我们国内也是，在全国只有京津冀加哈尔滨有百货商店的年代大家买东西哪会求便捷啊？所有东西都有巨大的市场缺口，能有东西买就不错了。80年代咱国内你想买个彩电，就算你有票，大冬天在外面排一天队能买上就是运气爆表了。而且商店也往往要你搭售，你还得把一堆暖屏板凳沙发棉被之类的跟电视一起买回家，这电视才卖你，老爱马仕行为了是吧？当年铃木能产生一些新的洞察，也是因为他当时观察母公司卖衬衫，发现中码卖的最快，大码和小码都开始有库存了，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过去的日本人即便自己想要的尺寸卖断货了，也会退而求其次去买大码或小码的东西，买新衣服能穿上就行了。但现在大码和小码库存增加，说明人们消费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了。随着物质的丰富，顾客变得只会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全社会正在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这个变化是自2战后根本没有过的。而铃木还认为，未来顾客对便捷的需求是不会有尽头的，也是不可逆的，所以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提供更好的体验。我觉得今天很多快递公司该学这个道理，前几年还送到家，现在根本不管你从快递柜取没取件。在1975年，711第一家24小时营业的店开张了。当时这家24小时便利店开在了福岛，真正的18线小县城人少偏僻，不然核电站也不至于建那儿去。但这个模式立刻就成功了，在晚上大型超市、商店这些地方都关掉的时候，便利店成为了买东西的唯一选择。随后711的扩张速度越来越快。如果说只列举一个711的制胜法宝，那就是他们的高密度集中开店策略。你做线下业态，手里有几千万预算，前10家店你是都开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区域呢，还是说也顺便跨省市扩张几家店呢？这真的是只有亏过很多钱的老板才有感触啊！你店不多的时候，一跨区域指定赔钱。很多人把跨区域扩张想得太简单了，你在同区域扩店，单店成本很低，在没有品牌效应的时候，一旦跨省跨市，花上5倍的钱可能都开不起来。要是早去尝试先铺城市数量的打法，很可能几千万花进去，响都没听见。所以真的是茶颜悦色这种打法才是对的。在长沙先铺上300家，没做到长沙老大的时候，绝不出长沙。而且在新城市的第一家店和第2家店时间间隔一定得够长。那铃木敏文厉害在哪儿呢？他厉害在半个世纪以来铃木一直用这套同区域密集扩张的打法，他就没犯过跨区域快速扩张的错误。短期内一个企业经营者不上头不难，难的是他一辈子都不上头。铃木有一个原则，就是他从来不在企业经营期间去谈论数值目标，比如他从未立过要在多少年内开满1万家店这种 flag。他说连锁便利店事业的关键根本不在于门店总数的多少，最先要考虑的是提升每家店铺的品质。而公开宣布要在几年内开设多少家门店的做法，这个模棱两可的数字无疑会让经营陷入歧路。铃木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外面的环境是瞬息万变的，企业可以有长期战略，但不能被数值目标困住，真是属于早就玩明白了还一辈子不犯错。很多人说中石油的昆仑好客和中石化的易捷一夜之间成为国内便利店的绝对王者其实并不能这么说，因为石油系的便利店虽然数量第一，但都很分散，单店客流量也都不太行。我们的自有品牌里，我还是比较看好太原的糖酒便利还有便利蜂。
高密度开店呢有这些好处，首先能多刷存在感，有广告效应，相当于拿店本身去做广告。你出门看一家711，出学校是一家711，出公司又是一家，给人造成一种生意做得很大的感觉。久而久之，这个品牌就会变成潜意识里面最熟悉的一家店，跟信息茧房似的。另外，这个地区的管理团队不出城市就能到处支持，而且供应商可以统一送货省成本。当年日本的送货机制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品牌都有自己的送货团队，比如你订了全农、森永、明治3个品牌的牛奶，你要跟不同的送货公司对接。这时711又做了一个创新，就是先说服供应商们，你们别自己送自己的了，大家搞共同配送，这样效率高一些。然后开始自建配送中心，不按品牌划分，按照温度来划分，对4种不同的温度产品进行集约化管理。后来铃木敏文提出了单品管理的概念，在1978年研制了自己的电子订货终端机，积累订货数据。1982年又引入 POS 收银系统，店主可以依次统计数据。公司提出必须掌控每种产品的销售动向，建立假设，并以真实的数据验证，从而提高订货的精准度，持续贯彻单品管理。同时711也开始开发自己的物流管理系统的专用电脑，并在1985年投入使用。要知道这一年基于 Windows 系统的 Excel 还没产生呢。此时日本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再次变化，711开始将自己视为年轻人自家的另一个冰箱。这个营销定位真的绝啊！如今我们国内也是，餐饮都不是被同业打死的，都是被便利店打死的。国内便利店并非升级版的小超市，大头收入其实是卖早午饭还有烟。铃木很注重自家研制的各种食品，虽然711新品上新速度很快，但他的精力更多的是放在饭团、关东煮这种每天大家都要吃的东西上，因为他觉得那些新潮美味的食物越美味反而越容易腻，时间久了不会天天想享用。他对于那些经典款则是绝对的严加要求。在午饭时间，711董事会们经常聚在一起试吃公司的这些产品。日本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便利店曾经打过饭团大战，就是各个便利店的饭团都降价。但是711的饭团最贵的时候，一个饭团的价格是汉堡的2倍多，2个711饭团比吉野家的一碗牛肉饭还贵，但是人家卖的还倍儿好。711这么多年还有一个特点是，他没有投资任何食品生产商，而是成立了一个日本鲜食联合会的组织。这个组织里的生产商都是对711独家供货的，因为大家也知道，食品生产属于重资产行业，相当于711不买设备，不投重资产。因此在50多年中在很多经济低谷期，日本鲜食联合会可能会有企业破产，但711不会。从全球各国历史数据来看，当一个国家人均 GDP 达到6000美元，即可孕育出便利店业态。当人均 GDP 达到1万美元，这种业态将会井喷。日本从81年到84年一直在1万美元附近徘徊，我们国家是去年达到了1万美元。所以80年代711开始飞速扩张，一边推出水电煤气费缴纳业务，一边向生活基础设施的新定位转型。当日本711如日中天时又出现了特别有意思的事儿美国711突然不行了。美国南方公司先是在主业之外大力进军石油业，然后86年就石油危机了，没办法又进军房地产，买了 NASA 总部附近很多土地。结果还是在86年，美国挑战者号炸了， NASA 附近的地价直接暴跌呀。这么一折腾，公司也快黄了。后来美国总部提议，你们711作为一个区域运营商，把我们总部买下来得了。1991年3月，日本711收购了美国南方公司70%的股权，美国市场当时再次唱衰便利店行业。收购之后，铃木去美国才发现，这都90年代了，美国711连 POS 系统都没上呢。于是他把单品管理的理念引入美国，多次强调世界上没有2个完全一样的便利店，因此目前这个行业不存在饱和一说。90年代711又和软银与日本雅虎做起了电商的尝试，95年推出快递代收服务，10年推出食品外卖配送服务，都是比较超前的布局，后来也都用上了。2000年业务员在做市场调查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希望在便利店能有个 ATM 机，711就想和一个地方银行合作，但双方总是无法达成一致。在银行业，银行工作日和周末收取的手续费有2套价格体系，周末收费更贵。711想改变这个业界常识，但在2000年，银行都觉得你这是在瞎搞我们都快破产了，你还跟我谈什么用户需求？711没办法，只好自个儿开了一家银行。当然也是因为运气好，因为经济不景气，银行业岌岌可危，经营资格非常好拿。日本的经营厅规定开银行必须实现3年内盈利，同行都等着看711的笑话。没想到一个便利店开的银行竟然还真把3年盈利的目标完成了。因为铃木在植入 ATM 机之前就有很多自己的洞察。当时日本银行工作日只营业到下午3点，而作为金融机构给人的印象是衣冠不整的人不可以随意进出的地方。但如果在711开设 ATM， 无论顾客穿戴如何休闲或居家，都能毫无顾虑地踏入，这肯定是真切的需求，而且顾客也会有我都用你店里 ATM 取钱了，不买2件东西不太合适的心理。另一个颇有趣的现象是，哪怕店内 ATM 前排起了长龙，也鲜有人投诉，因为大家会被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转移注意力。就算用711 ATM 取钱有很高的手续费，
竟然也是零投诉，这在传统银行业是不存在的。可能大家觉得人一个便利店都能当银行使了，你还要啥自行车？但一旦换个场景，面对专业的银行，顾客又会吹毛求疵。于是711仅用几年时间就实现了与300多家银行的联通。711的扩张与自我变革仍在继续，我们国内未来能有在全球市场上与711抗衡的企业吗？我觉得一定会有的。视频最后再说一下711未来新的转型方向吧。事实上，老谋深算的铃木敏文很少会谈具体的战略，但是我从他的只言片语中能感到，他可能会想让下一代711转型成邻里之间新的社交生活空间。面对未来社会的超级老龄化需求，让更多的人能在711消磨时光。如果星巴克消磨时光的场景更偏工作商业的话，未来711可能更偏邻里间的生活场景，最终一定会和医疗健康保健行业有所结合。因为现在日本711在服务类型上已经明显更偏老人了，比如老年购物他们会免费送货，而且他们的外卖业务会与营养均衡的饮食方案结合，为老年夫妇提供质地精细、口味清淡的健康食品送货上门服务。711既然是龙头企业，肯定有它的可取之处，但我们国内每个地区又会有各自的特点，尤其在19年邻家131全食的倒闭潮之后这个行业已经进入了同业态竞争时代。同业态之间的竞争主要以价格竞争为主，持续的自我进化成新业态才能不断胜出。到底我们的便利店应该长什么样呢？国内那些最简单的夫妻小超市又该如何升级呢？这其实值得每一个参与其中的零售人去思考。我是大蜡烛，做视频不易啊，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可以给我点一下赞，我们下期再见。